两个的个，今天呢，我又要来改 AAP0。那这一次呢，改的项目其实非常的明显，尤其是前面这个12寸的鱼骨。那为什么要改12寸呢？因为10寸的太抢手了，所以我就暂时拿12寸的鱼骨。那再来呢，我有改里面的火控套件以及强力附近环。那这次呢，我也把我们小箱的快速选择钮呢安装在刹车套件上面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组装。基本上非常好分这个附近环，一个是黑色的，一个是银色的，所以银色这个是改装的部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附近环把它换掉。枪我已经拆了哦，那不知道我怎么拆的话呢，我之前有个影片我在教如何去拆装这个枪机的部分。那现在就是拆开了就把它装进去，其实装的时候还非常简单，就只要这一根插进去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之后再把它安装到超强声里面就 OK 了。好，那这次呢要换火控了，所以我先把原本的这个拇指停靠板的部分先把它拆掉，因为接下来要拆这个部分，还有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拆起来。拇指停靠板拆掉之后呢，先把后面这一个火控给它拆掉。好了，干脆这个也一次拆了啦，反正这个都拆掉，最后还是要一次装回去，连这个一起拆好了。拆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换这个板基础好了，然后换这个可调式板基础。那里面有附一个内六角螺丝，内六角螺丝呢，我先把它先锁进去。好，锁一个差不多就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把这一根这样子对着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这个洞对准这个洞。然后用它里面附的插销呢，把它敲进去。好，那敲进去之后呢，就依序把它给装上，对齐好这个。记住这个有这个角的是在你的左边哦，你只要抓到方向之后就 OK 了。把这个先放上来，这样对着，然后扣住这根弹簧的朝这边的，扣住这个凸起物，就抓好。不要让它弹掉哦。这对好之后再把它卡上去，这个环对好之后卡上去这环，对齐之后呢，弹簧部分就把它扣住这个凸点，对到之后再把它放进去，插销先把它戳回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把这根锁回去 ，OK。好的，这个是 AAP01的原厂火控，这个是 WEG18 的火控，这个整组移过来，除了这个丝牙之外，整组移过来，在这上面全换掉就好了。那么先把这个拆掉，好，拆掉。这个丝牙拆要小心，因为里面有个弹簧。好，这个弹簧，然后加这个。这边有弹簧要小心，就是全部孔抓住，把它倒出来。OK， 全拆完了，那这个就不要了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全部拆掉，换上这个就正好。那接下来换下来东西，除了丝牙跟这个外壳之外呢，其他东西也是同用的。那一样的零件哦，就选出一个，然后摆一边就好了，另外一个就直接当替代。要准备的东西基本上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一一的组装了。那接下来呢，装这个。有装过 G18 的火控，就大概知道怎么装了。难装到你叫妈妈。好，OK， 好，推到时候把它插一点进去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那接下来击锤部分，把它插进去。
OK， 对好之后呢，就给它插进去。好 ，OK， 还蛮硬的，这东西直接从这个孔放进去，对准它，对准这个孔放着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弹簧压进去，然后拿插销插进去。OK， 插好了，接下来。看到吗？这个固定住，有个洞，这边有个洞，然后这个弹簧勾住这个洞就 OK 了。好，勾住了，然后这个往后拉，它就弹开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放狮牙的部分，非常简单，对准它，然后弹簧放着，上翘的部分，往上翘部分插进去，扣住，压着，这边，塞进去。然后插销插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放回去就好了。因为这个如果它断掉了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可以来做更换。接下来就是装上它的下墙针，把它装回去就好了。这个击锤的这个扣环这边把它扣住就好了，就可以放回去了。OK 了，就把它插销插回去。OK。这条越紧那个你的保险就基本是失效了。OK。经过这次测试过程呢，我觉得会卡弹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个短行程的关系，那再来呢就是它这个快速选择钮，它可能会直接缩短它的附近到底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一次我会再把我的快速选择钮给拔掉。然后这个可调式扳机呢，它安装的时候也要非常注意哦。如果它的联动杆没有安装好火控上面的话，它极有可能会按下去可以按到底，但是它没有发射，你要再退回去之后再按，它才会有激发的效果。所以这一个可调式扳机呢，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。那记得这个可调式扳机呢，如果你给它用的非常底的话，你是用 AAP01的快把的话呢，它就放不进去了，因为它的空隙这边会变得非常的窄，然后快把这边有一根来顶住的，造成你不能去使用快把，所以还是要往前推一下。那另外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有用强力附近网，再加上短行程的话呢，建议不要这样子配。因为它很有可能造成卡弹，因为我另外把它当副武器用的 AAP01，我就是用强力附近环跟短行程，发现也是会有卡弹的情形。我测试过，建议不要这样子装。大家应该会发现最近这几集呢，我都是拍有关于 AAP01的改装，尤其是萨克套件的非常多。那从原本的小枪的快速选择钮、短行程开始，直到萨克套件。然后又对它的 N1 发光器，然后把盘子拿掉，装上我们的内红点。那侧边呢，我也换到折叠式内红点，然后再来是快速选择钮以及快速拉柄，然后还有 QD 快扣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快速扳机以及火控的改装。那它本笔跟那个下压点呢，我记得有拍吧，还是没有拍忘记了。反正哈伯比跟下点安装起来会比较简单。那基本上呢，我改装 AAP01的级数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那一定会有人问说，为什么不交电钻套件呢？因为那个最近已经没什么钱啦，买空拍机下去就好像没怎么钱啦。所以如果将来有机会有买那个电钻套件的话呢，或者是厂商要赞助我电钻套件的话，我也会拍给大家看。而且最近有来关注我动态的朋友呢，也知道我只要做有关于玩具枪拆装的影片，都会出现黄标。那大家也是很好奇，说怎么会这样子，然后出现黄标没办法 ，YouTube 的演算法跟它的选择就是这样子。黄标会造成什么情形呢？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广告费会减少嘛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因为它在你的影片上面出现的广告比较少，进而会影响到你的曝光率。
那话说回来，其实我的影片的流量呢，跟它的广告费算下来，我根本没有赚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拿到它的广告费，真是太惭愧了。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呢，是要让它的曝光率可以再上升、再增加。那有关于这种 YouTube 啊后台演算法，或是跟我们一样有兴趣要拍生存游戏的影片的朋友呢，之后我会推出一集有关于这方面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。那希望也是可以请大家多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订阅的时候记得打开小铃铛，选择全部通知。那也请麻烦追踪一下我的 IG 以及我的 FB 的粉丝专页。虽然都很少管理 FB 的粉丝专页跟 IG 啦，但偶尔有一些心情的抒发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话，还是会发上去的。好像最近还是比较多一点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Wag，下期见，拜拜。